这是我第一次看线下。哦，是吗？对，第一次现场看人讲。对，之前非常想去，就是看线下的。然后，但是我一直就没有完成。但是我刚刚坐在这里，我突然发现，哎，莫名其妙又完成了自己一件就是之前想做的事情。多接活啊，可总能碰上啊。哪个笑点你当时觉得现在回忆起来最好玩？我这个人很爱第一视角来变成我的器官。我懂你。就有时候我有点胃疼，然后我吃了止疼药，然后我发现怎么还在疼？我知道为什么，但别人就问你说，哎，你这药是不是不管用啊？为什么还在疼啊？我就会说，比如说我是我的胃。我现在有点疼，那个止疼药来了，但止疼药可能先从嘴下去，对吧？它会先到大脑，它会敲门说脑子你疼吗？脑子说哎我不疼我不疼，它又往下走，说脸你疼吗？就是一个一个问下来，所以它可能会需要一点时间，这样告诉别人，别人一下就懂了。你其实把自己变成了止疼药，刚才。而且这个药在血液里还不融化，对，它以整粒儿的形式在。所以我是止疼药，刚才对吧？你要跟你的胃，对。明白。明白还行？什么叫明白？来面试来了。明白，我还有下次机会吗？明白。然后好嘞，我想问一下，滑雪大家有过经历吗？我应该不会去滑雪，尤其听完小鹿的经历以后，我怕在雪场泡温泉。晚节不保。我在那个雪场以前滑过雪，就是类似，我记得有一回特别神的是在于他家老摔跟头摔特别远，有回倍儿狠的是在于我那儿刚一张开腿，一个人从我裆里头就是。哇塞，我是那个人。你是那个人啊？你俩对上了是吗？不是，同一天同一场。我真的对上的是别人。我觉得是大老师平时爱穿那种吊裆裤，所以人会挂。所以那个人的头过不去，那个人头挂在这里。什么意思？我穿这哈伦裤，他一过来比脸基尼，就是这里。我知道很多脱口演员，他们为了写新段子，就是要故意尝试很多就是很好玩的事情，就为了写段子。二位那个去哪儿，就是特意为了跑段子去尝试的吗？我去上过一个学，读了一个那个商学院 ，MBTI， 是。这都是有文化的人，有文化的人。怎么样？怎么样？你看看，走你 ，MBTI， 你看看。其实那个什么翼装飞行、滑翔伞、什么马术也是从那个班上学到的，因为很多人要自我介绍嘛，他介绍他的爱好，他就放了很多视频，就那种特别精良制作的，他就什么马术啊、潜水啊，各种东西，我就觉得哇，好高端。因为我之前也听郭麒麟说过，他们相声界那帮老一辈的人，然后平时都会，以前都是会。翼装飞行也是。也不一样。穿着大褂子。这个反应过来了，这反应过来，不是但是我刚刚突然脑子里的画面是你倒着飞，因为你低裆裤嘛，然后我倒着走啊，他一过来我变成背包了，对不对？然后我直接变成背包戴个面具，幽默了啊，哇，好笑。我其实是那种，就是我不会瑜伽，我也不会刚刚你们说的所有的，我就是那种爱在家里挠痒痒、抠抠脚啊什么的。这个爱好真省钱啊！对，比如说我就会把我们家的兔子、狗啊什么的，就是给它修毛。修毛自己剪是不是？对，然后就买那个专门那个圆圆的剪刀，就是可以，哎，你们家那比熊对不对？对，也有，对。你想，你以后学会了，一次省200多，你想一下，就是我，然后我就开始给他们开始修毛，然后在那个过程中，我就特别治愈，就是越剪头越歪，越卷头越歪，就是狗说我没有被治愈，然后到现在为止我都没敢就是示人我那2只兔子，就是因为不太妙，越修越歪哇！那我把我们家比熊修成橄榄球了是吧？就是这样哇！大老师，为什么兔子不太妙啊？因为它不是猫，因为它不妙。因为它不妙。我觉得这个笑话，我这个程度说可以。周老板，天花板说这个笑话，给自个儿磕一头。既然已经 Q 到了，那么马上就是我们周静默老师的天花板表演。大家好，我是周奇墨。
有的时候真感觉自己被这个时代抛弃了，啊！现在的孩子跟我小的时候那个生活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像我小时候在东北要压岁钱，要跪下来磕头啊，就咣磕在那儿，大喊一声“过年好”，长辈才把红包给你。关键是你拿到红包以后啊，一定要露出那种职业乞丐一样的热情。一定要谢谢大爷，谢谢大娘，谢谢好人一生平安。但是现在的孩子完全不用啊，哪用得着啊？我有一次过年去我表姐家，我等着我外甥给我拜年哈，好给他红包，他就一直在他屋里玩手机，最后实在没有办法，是我主动拿着红包，舔着个脸，啊，走过去，外甥过年好。哎，但是我没磕头啊，我没磕头啊。我寻思人家要不主动提，我就不主动磕了，是吧？我说外甥过年好啊，这是老舅给你的那个。行，等你打完这一局啊。但是现在啊，比我更被时代淘汰抛弃的就是我爸啊。然后让我爸快乐这件事情啊，随着我长大，真是变得越来越困难啊。你看我小的时候，还是个婴儿的时候，我只要活着，他就很开心，啊，我拉在床上，他都不会骂我，反而一边给我换尿布啊，一边还逗我说：“谁拉臭臭了？啊，我看谁拉臭臭了，我看看，哎呦，你拉臭臭了啊，你拉大臭臭。”有时候我想啊，我爸要一直保持这种心态哈，他现在你说，哪怕在一个商场厕所干保洁，他都会很快乐。有人从隔间里出来，然后发现我爸在那儿拄着拖布。谁拉臭臭了？啊，我看看，谁拉臭臭？你拉臭臭了？哎，你拉大臭臭。但他现在很难快乐啊，为什么？首先呢，对自己的身体焦虑啊。有一年我给他买了一台豆浆机，哎，他说不行，得是破壁机，只有破壁机才能把细胞壁给打破，才能吸收。哎呦，我说爸，那要不咱再等等，你等厂家出破酸机，能打破脱氧核糖核酸。哎，你喝完以后直接基因重组啊，喝完以后长一身肌肉。指缝还往外长刀，你以后收拾鱼哈根本不用剪子，你就很难快乐啊！对自己的身体啊，天天疑神疑鬼，非常焦虑。有一次呢，就怀疑自己得了什么不治之症，去医院做检查。哎，当然了，最后发现啥事儿没有啊，所以大家放心啊，不要沉重啊。我当然也不要失望啊，不要失望啊！觉得那有啥可讲的？我要听有的那个啊。只不过他那天啊，从医院检查回来以后，他在回家的路上要等第二天结果才出来嘛。他本来想买一颗萝卜，腌点咸菜，但他转念又一想，哎呦，明天这个结果不一定什么样，这个萝卜我就先别买了。哎呦，他后来跟我讲这个事情啊，我感到又心酸又好笑。我说爸。你就觉得你这个病能来得这么急吗？啊，这也太急了！平时啥事都没有，然后你第二天到医院，大夫就跟你说：“老周啊，你这个病是晚期呀，非常非常晚啊。”我爸说：“那我家里还有颗萝卜，来不及了。”来不及啦，来不及啦。我建议啊，你就在我们这儿吃一口啊。来，小赵，你去食堂给病人打份萝卜啊。哎，其实我们医院食堂啊，晚上菜好，可惜了，哈哈，可惜了。哎，很难快乐啊！我不要孩子，啊，暂时没有孩子，他也不快乐，总是催我，有的时候给我发一些短视频。啊，大意都是说人不要孩子，到老了会孤独。啊，我没有回他，我想让他知道，人有了孩子，啊，
你得看是什么孩子，对吧？有一次我就跟他摊牌了，我说：“爸，我暂时不想要孩子。”我爸说：“你懂什么啊？养儿防老，你现在不要孩子，以后去医院都没人陪你看病。要孩子不就是为了这个吗？”当时我想，哦，原来你当初要我就是因为这个目的啊。那你何必也叫我周奇墨，给我起这种名字呀？你让我找不清自己的定位，你就叫我养老1号，或者陪诊搭子啊，都可以，我不就明白了吗？但说实话，有的时候我也没有那么确信。我有时候也想，万一我爸说的话有道理呢？万一有一天我等老了，自己一个人到医院跑前跑后跑不明白，突然崩溃，我懂什么？养儿防老，然后拿出手机。哎，外甥过年好！外甥啊，老舅现在在医院看病，挂号都挂不明白。你看你要有空啊，能不能？行，等你打完这一局。好，谢谢大家，谢谢你们。谢谢周老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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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号码就是天号码。周老板怎么样？讲完这个放松好多吧？放松好多了，是不是要拉臭臭啊？那我先撤了。要去了吗？对，这爸爸就放心多了。来，张开露丝啊，那个特别可爱的爸爸，仰天大笑。对，其实我那会儿，在就是讲萝卜那会儿啊，我其实还想笑，但是我觉得就是不该了。不该了，道德不允许。我觉得不该了，这会儿赵露思你先忍忍吧。但是我那会儿还在想，就是如果哪天我在外面上厕所，突然出来有个阿姨说拉臭臭了，小姑娘长那么漂亮拉臭臭，我说这个我真受不了。好嘞，那么呢，其实大家就说了，就是有没有说自个儿跟家里人就是相处模式什么样？因为我从小离开家比较早，所以然后从去年开始我有点觉醒了。就是去年，因为很长一段时间，我开始在想我的生活应该要怎么样生活，应该要怎么样舒适的生活。所以我们家现在就是以各自就家庭成员奶奶、爸爸妈妈大家都舒服的方式生活。就是在成都，我奶奶一个区，我爸住一个区，然后我住一个区，我妈一个区啊？不是，那奶奶80多了，人能不能有个自己的房？能不能？而且还是 loft。我爸妈能不能有个自己房？能。啊，我能不能在外租个房？能。对吧？就是住的就是多孝顺，自个儿租房啊。我是租的，因为我觉得买房现在不划算。真的，我们家现在就是以各自就家庭成员奶奶、爸爸妈妈大家都舒服的方式生活，然后偶尔见一面也更融洽了，也不用再去，比如说他们早上8点要吃早饭就来敲我门，所以我觉得我们家现在这样的方式其实还蛮好的。我们家是这样，前段时间我回家，我爸递给我一管牙膏，然后跟我讲这个牙膏嘴里的什么病都能治，是他在网上买的，10块钱3支。然后那个牙膏我挤到嘴里，连泡沫都没搓出来，就跟我以为我刷了鞋油，就是。怪不得你家现在这么白啊，有道理。你还是用了是吧？3支都用了，10块钱。吐槽归吐槽，但用还是用了啊！是啊，孝心吧，孝心。就是特别的爱咱们，对不对？好嘞，谢谢各位了。现在场子热起来了，朋友们，我们的演员要登场啦！他就是我们的东北大秦，出发了，出发！能不能住外面就看你了，加油！接小鹿周奇墨，荣幸，没有几个演员接过小鹿周奇墨，连接小鹿周奇墨，荣幸。东北大秦来了，朋友们。放松，非常棒，现场氛围很好，观众也很好。老稳了，现在。对。好吧，你们好吗？嗨 ，hello。接小鹿接周奇墨来讲，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位置。全中国谁能接小鹿，接周奇墨？广告能接。有闲置上咸鱼。海鲜市场走一走，低价好物全都有。
哎呦，上来就止住。哎，果然是专业观众啊！听着广告知道鼓掌，很棒。让我接周老板，我确实是有点紧张的。导演组说你没事，你能接，你就给自己一个心理暗示。他告诉我最幽默。他说什么天花板，我比烟花闪。我自我介绍一下吧，我叫大齐，出生在东北的一个普通家庭。我妈妈是标准节俭的东北妈妈，小时候买件衣服还会糊弄我那种。她小时候给我买过那个阿迪达斯，本来人家是 ADIDAS， 我妈给我买件 ADIDAC， 阿迪达斯。我不知道，看别的小孩穿阿迪达斯，过去跟人犟，他说我穿假的，我说他穿假的。他说真的是阿迪达斯，我说你给我滚，真的是阿迪达斯。我们两个在那儿犟了大半天，犟到最后都快打起来了。班主任都过来了，班主任一过来他不犟了，因为班主任穿的也是阿迪达斯。回家看电视才发现不对，电视上明星啊、代言人，人家穿的全是阿迪达斯。我就问我妈，我说妈，你是不是骗我了？明星穿阿迪达斯，你给我买阿迪达斯啊？我妈一句话给我干服了。我妈说东北人不分自私私。我刚开始还真信，后来自己琢磨好像不对劲。我心想我们那边偶尔也就说不好平翘舌吧，有时候不分什么滋丝丝支吃诗什么的，谁不分呲跟丝啊？见面打招呼问人吃没吃饭，人家说哎撕了吗？我一见到赵露思，我说你好，赵露思。哪有人这么说话呀？我就开始反复质疑我妈，我妈都有点懒得骗我了，说那你同学穿的是真的，行了吧啊？小孩一听这话，自己心里特委屈，都快哭了。他一看我要哭了，说你给我憋回去啊，你穿的也是真的。我说什么意思，妈妈？怎么可能都是真的？什么意思啊？他说阿迪不知道吗？阿迪，最早人德国一品牌，三叶草三道杠。阿迪这牌子最开始在德国就有3位联合创始人，分别是阿迪达斯、阿迪达斯还有阿迪达兹。阿迪达斯。他说我同学穿的是最低配，这次给我买件中配。只要我好好学习，一定要我穿上一身阿迪达兹。因为穿假名牌，我在学校里有点抬不起头，可能也是后来我自己有点自卑，因为我后来得过一点点那个抽动症。抽动症你们听说过吗？就是小孩跟人说话一紧张的时候，眼睛会在那块眨来眨去的。我就是一紧张的时候，我左边的眼睛会疯狂的眨。我小时候也这样。那不跟问课一样吗？我最讨厌背课文，老师一提问背课文，紧张一紧张，左边眼睛眨得飞快。我那会儿就特别希望自己背出来课文的频率能跟眼睛眨的频率是同频的。所以有时候一背就有种莫名其妙的节奏嘛，听起来就特别像现在的 rapper。我举个例子啊，比如一段绕口令，什么南边来了一个喇嘛，手里提了5斤塔嘛，就这么个绕口令。老师要说来，大齐你背一下。我背的绕口令的感觉就是那种，那边来了一个喇嘛，手里提了5斤塔嘛，呜。哦，真有活呀！最后那个呜，我为躲一下老师撇过来的粉笔头，你知道吗？他觉得我调皮，有时候一下打着你行啊，打不着你他不解气，他站那儿继续撇。我傻乎的往那儿一站，我呜呜呜，来回躲。那会儿自卑，偷偷把所有课文背特熟，不敢上去跟陌生人打交道都。直到有一次，我邻家一个小孩文具盒丢了，非得让我带他去买个文具盒，让我帮他跟老板讲讲价。我心想，我这眼神帮你讲价。到那儿憋了半天才敢开口，我说老板，买个文具盒，帮您家小朋友买个，老板能帮忙便宜一点？本来文具盒10块，老板卖他15，给我留了5块钱的销售提成。我当时虽然小，明白老板误会了，赶紧过去跟人解释说：“老板，啊，再给拿转笔刀，还买个橡皮的。”那天我邻居那小孩回家时候书包里沉甸甸的，背一书包新文具。我回家时候书包里也沉甸甸的。那老板最后送了我一板巧克力牛奶。我妈回家翻书包，翻出来一板牛奶都懵了，说：“儿子，牛奶哪来的？”我说：“妈，挤出来的。”后来我特喜欢带同学朋友去这地方买文具，荣华富贵，全在眨眼之间。1个礼拜最多时候我赚过90多块钱。哇！那会儿在那挣钱挣到自己都有点害怕了，我都怕有一天我这眼睛我康复了都怕。
好景不长，学校开始有坏学生站学校门口抢钱。我平时见他们我都绕着走，有回实在没绕过学校，他说来，把钱给我掏出来。我说哥，我没有钱。他说没钱揍你没钱，围了5、6个人要上来揍我。我那会儿喜欢看《精武门》，李连杰演那陈真还记得吗？为了吓我，都开始模仿李连杰，我站那儿来回跳，其实不跳还好，一跳都是零钱，哗啦哗啦响。他说你把钱给我掏出来。我当时有点太紧张，我胡言乱语，我说你信不信我杀了你？我这一句话给他说懵了。他说你有刀啊？我说没有。他说你有枪啊？我说没有。他同伴都懵了，说那个你先别眨眼睛，你到底有没有啊？我说真没有。他说你啥也没有，你拿啥杀我呀？我说眼神，幽默，多少能给人点力量。这句话说完，那天是我头一回看有人把胳膊抡圆了，准备扇我嘴巴子。要打我之前特嚣张，站我面前，你不杀了我怎么没死啊？啊，你不弄死我怎么没死啊？最让我生气的，这孙子学我，他说你不杀了我怎么没死啊？我当时看他学我真太生气了，我太紧张了，我开始背课文了。我说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而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说完这个小子没听懂，学习不好，愣那儿了。看他们愣那儿，我赶紧跑了。第二天再从这条路上走，没想到又是他们。我过去我说，有的人，他说你把嘴闭上。我告诉你啊，今天这条路不给钱你过不去啊。我说这个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又没听懂，赶紧又跑了。第3天从这条路上走，发现坏了。这孙子拿语文课本站那儿等我，背吧，来吧，背。10岁都不到小孩崽子，那给我背，我看你背什么来，站这儿背来，来。我说10年之前，我不认识你。10年之后，我们是朋友。我说的像疯了一样站那儿翻书包。这句话也是鲁迅说的吗？我说陈奕迅。后来那天这点钱到底被抢走了。说实话，刚开始特别难过，我站那都快哭了。让这一个傻子一句话就给我说乐了。他说：“哎，咱哥几个就有钱了啊，一会儿上小卖店。”我一听上小卖店，这不要给我花回来了吗？讲到这儿了，谢谢大家，拜拜。大旗旗开得胜！谢谢。大旗叫个好，大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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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